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看今天的打破醫美謬思直播，按讚加分享。有問題的歡迎在直播下方做留言，訂閱我們的 YouTube 頻道，要記得開啟小鈴鐺，加入我們的 LINE 跟 WeChat Renew Clinic。客人他們都還蠻想知道說，就是下頜線拉提是不是還有一些很奇怪的陷阱？哦，对对对，像家珍她就有很好的下頜線，所以你去看哦，所有的美人，所有漂亮的人哦，她那个下頜線一定是很漂亮的，所以有人叫这条叫美人線哦。就这樣叫美人線，又一直逼我自己說是美人線，大家說看不到，所以用你的比會比較好。所以每個女生都希望我們有這個漂亮的線條。但是漂亮的線條其實它取決於幾件事。第一件事就是這個弧度，這個下頜線這個地方哦，它要是緊緻的，而不是糊的。像我這種胖子就是糊糊的哦。第二個不能有雙下巴，像這個家珍這個樣就完全沒有雙下巴。如果這裡雙下巴太明顯，那當然這個弧度就不會好看。第三個就是你的下巴，不希望你的下巴太短、太內縮，或者是下巴垂下來，所以這幾個條件要吻合，這就是美人線的定義。問題來了，假設你今天要處理這個美人線，很重要一件事，你要觀察你的醫師有沒有幫你做這些診斷哦。如果沒有做這些診斷，可能沒有很仔細的看你的結構，那做出來可能會是你不要的狀況，或者是跟你想象的不一樣。因為在我們的美人線下頜線這樣是有幾個陷阱的，我今天要跟大家提醒，知道了你也可以用來評斷醫師有沒有仔細，或者是他懂不懂，還是他就是不管，就是塞東西進去，打東西進去。那當然這樣是不對的，因為醫師很重要一件事，不是只有處理，還有診斷。強制產品對位，劑量精準樹眉，沒效的才是最貴。想做要找專業。第一件事情就是腮線，腮線呢就是分泌口水的口水線，它在耳朵的前面這個地方。一般正常的狀況下，這個腮線它應該是這樣一個平順的狀況。可是有些人他的腮，它這裡隱隱約約它是有一坨弧度，它會破壞你這個下頜線最後緣的這個部分。好，有些人他的腮線可能更大，它是這樣一整坨。那這腮線呢，你要怎麼去判斷？你去摸你的臉，把你兩隻手這樣捏起來哈，這樣捏，哎，這臉上的皮可以捏起來，可以捏起來，捏到耳朵前面這裡，你用力一按一捏，你會摸到一個 QQ 的東西。如果你摸不太到，恭喜你，那你的腮線可能沒有很大。可是有一些人一摸，有一塊滾來滾去的東西，而不是瘤，那是你的腮線。還有大部分人腮線它比較大是在這裡，但是有一些人他的腮線它會跑到耳垂下面這裡來哦，就像這個女生這樣，她會跑到耳垂下面這裡來哦，然後就會覺得哎，這個地方弧度很不明顯。這個哦，如果你手觸感比較好，是摸得出來的。如果你摸不出來，皮下脂肪比較厚，我們有超音波，我們會幫你做超音波去確認腮線。為什麼要確認它很重要呢？因為這個腮線它是沒有辦法靠拉線或者是手術拉皮把它弄掉的，因為這個腮線它裡面包着一個很重要的構造——顏面神經。所以我們在做這個腮線的時候，如果是手術拉皮，腮線比較大的人可以去掉一點點，但是也沒辦法去掉很多，因為顏面神經被它包在裡面。哦，所以手術前你必須先判斷你的腮線有沒有問題。好，還有另外一個東西，下頜線。假設我們從耳朵到下巴這裡這整段下頜線剛好在中間這，在你的這個骨頭下緣這個地方，正常你的下頜線應該大部分是隱藏在這個骨緣裡面的，是不會掉下來的。當然哦，在我們的頸構接下來一層膜，它會去 hold 住它。但是呢，有一些人他鬆了，就會像什麼帶子鬆了一樣的嘣掉下來。那這個很重要，因為下頜線呢，它也是沒有辦法單靠一般的拉線完全去改善它的。那手術可不可以去改善它，要看狀況，就是要用超音波。但是我們用的超音波探頭跟臉部做的超音波是不一樣的，我們用那個探頭是可以看的特別細的，可以看淺層的。你如果拿肚子的超音波來照臉，是看不到東西的，因為它照的範圍是不一樣的。所以我們都需要搭配正確的診斷，才有辦法給你比較好的一個建議。一樣，下頜線這個地方哦，在做美人線之前呢，在做要把這弧線做出來之前，下頜線也一定要確認，或是像做頸部的3層次，也就是所謂的 corset 的拉皮之前，我們要去確認這個下頜線。那這兩個問題呢，哦，都是比較麻煩的哈，因為它是這個特殊的口水線，不能隨便拿它。還有另外兩個問題也是會影響到我們這個地方的陷阱。首先，第一個面動脈溝，正常我們的臉的骨頭這個地方應該是一個比較平滑的狀況，在我們的下頜骨這個地方有一條臉部最大的血管叫做面動脈。但有一些人因為這個面動脈一直長期壓在骨頭上，導致這個地方有一個凹陷。再看這個圖，這個骨頭不是平滑，而是有一個小小的凹。當它這裡是凹上去的時候，這裡是不是就會凸出來？那這個凸出來的點呢，這個時候不是單單靠拉提，有時候你還需要加上一些填補，把這個凹的這個感覺把它填順，這個地方拉緊，這個地方填順，你的整個弧度才會好看。那這個前嘴邊肉溝，它是在這兒。
很多人他的下巴旁邊就有一個小小的凹。好，有些人他是因為他墊了下巴夾，你看墊在這，可是也有非常多人他是先天的，面動脈溝是在後面。那有一些人他前面這個地方先天這裡就有一個凹，所以他的骨頭到這裡的時候，他就會這樣凹上來，所以他這個地方就會特別凸，就會覺得不順。一樣的道理，這個時候你不管怎麼拉，你就會覺得它不順、不直、不平，你就需要搭配一點填充，因為這個時候不是單單下垂的問題而已，它還合併這個骨頭的凹陷，處理這個美人線。用一般直進直出的線去拉的時候，你一轉頭一回頭，這個線就刺到，它這個線就凸出來，就頂出來，不舒服。所以這一定要用特殊的方式，用回旋的方式去做，就像八字這樣回旋的方式，它可以改善你的下頜線。第二個，它可以改善你的雙下巴。第三個，它可以讓你的下巴比較挺。那這個是處理美人線一個很好的方法。那有些人他想要效果持久，或是有些人他的鬆滑太嚴重，就要用這個 corset 脖子的3層次，就是所謂的 corset 頸部拉皮，它的效果很好。第一個，借由這個方式，它可以收緊，不僅是你的皮膚，你的筋膜它可以收緊，然後包含那種直的波紋，它可以把它弄掉，它還可以把你這個雙下巴深層的脂肪墊做一個移位，從這裡轉位轉上來，同時改善你的下巴，一舉多得，甚至連橫的波紋也可以變比較淡。所以如果要效果持久強效的，那你就選擇 corset 頸部3層次，簡單的就用八字美人線的做法。OK。好，沒效才是最貴，想做要找專業。我覺得節目到這邊，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，歡迎大家把我們的資訊分享給你的朋友，我相信可以給大家很多正確的一些概念。好啊，如果你分享給朋友，你跟我們說，我們的小編會在線上把我的一本電子書分享給你哦。那這本書裡面寫了很多的關於微整形一些解剖的一些概念，我相信對大家在愛美的過程中可以少走很多的冤枉路。今天就到這裡嘍，拜拜。因為沒效才是最貴，想做要找專業哦。